2025年，尼康、适马、韦卓士均发布了35毫米 1.2 大光圈镜头，这对摄影爱好者来说是幸福的烦恼，但也让很多尼康 Z 系列用户犯了难。是花大价钱拥抱原厂的 Z 口新镜皇，还是转接性价比更高的适马2代或是韦卓士？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们就让这3位神仙在尼康 Z8 的机身上打一架，帮你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。首先最直观的就是重量和体积，尼康妥妥的肌肉男，韦卓士也不轻，适马相对就轻巧很多了。来看机变，两只副厂镜头转接后均能启用机内镜头优化，但韦卓士转接后光圈显示为 f1.1， 原厂和适马在未校正时都有可见的筒形畸变，但一旦开启 Z8 的机内校正，画面瞬间横平竖直，而韦卓士即便校正后仍留有比较明显的畸变，并且它的视角也明显比另外两者要窄。开局的2个小 bug 让我们对它的兼容性打了个问号。呼吸效应对于视频玩家至关重要，尼康不负原厂之名，呼吸效应抑制非常出色，画面几乎纹丝不动。韦卓士呼吸效应抑制一般，焦点变化时两边的柱子都看不到了。适马呼吸效应抑制和尼康类似，变化时也较为平滑。韦卓士令人大跌眼镜的是，我们在测试过程中虽然在持续转动对焦环，但是相机竟然在一段时间后自动进入了待机状态，这说明转接后的通讯协议可能存在一些问题。对于需要快速响应的拍摄场合，这可能会是个隐患。焦外码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这里没有绝对的对错，大家可以把喜欢打在公屏上。3支镜头都有很柔美的焦外表现，适马焦外光斑因为视角广的设计略小一些。我们请来了不愿透露姓名的猫模特。中心锐度方面，3支镜头在 f1.2 全开下都非常强悍，难分伯仲，但在焦平面的过渡区和边缘，原厂尼康和适马展现出了更好的整体控制力，细节保留得更完整。静态照片对焦，3支镜头均又快又准。视频模式下，虽然尼康采用了步进式马达，但在原厂优化加持下也是又快又准。韦卓士采用自研 Hyper VCM 对焦马达，虽然很快，但是某些失焦时会出现画面的抖动抽搐，对于视频工作者会有些影响。适马采用双 HLA 对焦马达，对焦速度、识别率和稳定程度都表现得很不错。原厂尼康的纳米结晶镀膜不是白给的，鬼影和眩光控制得最好，而韦卓士再次垫底，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光雾和鬼影。如果你经常拍逆光，这一点需要慎重考虑。适马表现也不错，有轻微的眩光。原厂镜头和 Z8 的配合是天衣无缝，开机即用，快如闪电。适马转接后的速度令人惊喜，几乎没有延迟，非常跟手。而韦卓士果然开机和合焦都有明显的迟滞感，是3者中最慢的。最后一个测试，意外之喜，适马镜头转接到 Z8 上后，最近对焦距离竟然从官方的28厘米缩短到了24厘米，这意味着你获得了更强的近距离特写能力，这个转接福利绝对是加分项。原厂和韦卓士则维持在正常水平。尼康原厂 3512S 所有项目表现均衡且顶级，与 Z8 的兼容性完美。如果你不差钱，追求极致的稳定和画质，它就是最终答案。适马 3512 本次测试最大的黑马，毫无疑问的6边形战士，画质和呼吸效应媲美原厂，开机速度飞快，甚至还附赠了更近的对焦距离。韦卓士3512转接，它是3者中价格最亲民的，但代价也很明显，从视角、呼吸效应、抗眩光到对焦速度和兼容性都暴露了不少问题。它可能更适合预算有限且主要拍摄静态照片的用户，所以最终的选择权交还给你，是选择毫无妥协的原厂王者，还是转接而来的性价比旗舰，或者是入门尝鲜的入门之选？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。